兄弟，全部撤下来！东城敌人打死了。是。等等，伤亡情况怎么样？死伤几十个弟兄。是。下来领路，其余人撤到2号房间。是。 仅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团员，能作战的也就30来个，子弹也就100多发，手榴弹也就10多枪了。记住，遇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用手榴弹。是，去吧。怎么回事？他们俩什么人？哪来的？他们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慰问团的学生。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战场，不是游乐场。你们俩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你是这儿领导是吧？对，我叫周文，他叫陈怡。听说19路军打得辛苦，就带了点慰问品去你们接待处。发现接待处的慰问品送不上来，我们就自己过来了。我们还有2个同学去了曹家桥。行了。 你们俩心意我领了。二代，东西收下，把酒给我留下，剩下的烟发给弟兄们。营长，谢谢你，谢谢你们浴血奋战，保卫大上海。谢什么呀？我就是干这个。行了，东西我们也送到了，先告辞了。等等，二代，送他们出去。哎，营长，别客气，我们能走。好，走人送死啊！嗯，走吧。 我说你，我要是送，你有烟抽吗？怕吗？不怕。阿文，都怪我，是我一直坚持要来，所以才会连累你的。别跟我说这种话，我是自愿的。阿文，你后悔吗？不后悔。 跟你在一块儿，我做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爱你。我也爱你。答应我，如果我们 活着出去的话，就再也不分开了。永不分开。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干掉10几个鬼子了，他们一会儿上来，我和他们同归于尽。
大家给我听好了，我们的血不能白流，这帮弟兄们的命绝不能白死。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为他们报仇。我们现在这道防线，就是我们的生死线。在我们的身后，就是大上海，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我们绝不能给19路军丢人。我们今天就是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把手榴弹抬上来，叶连长，一人一个，发下去。弟兄们，啊！不会用。上刺刀！革命军陆军827师261旅521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你们来的太及时了。还有别的队伍吗？是，这次增援上海，除了我们827师，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教导组队，还有88师。请问你是？我是19路军60师119旅1团1营营长陈正伦。陈营长，从上方路从现在开始，7个路防线由我们营接防，请你们营先下去休整吧。唐营长，我想求你3件事。陈营长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第一，这些伤员都是我们营的勇士，你一定要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医院。还有，这2个大学生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慰问品上来的，差一点和我殉了国。你也要派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好，陈营长你放心，我立刻派警卫排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哎，还有第3件事呢。我不撤退，我要留在这儿。陈营长，我决心已定，谁劝也没用。现在就是军长命令我，我也不会听的。好，陈营长，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保证把这2个学生送到安全的地方。起立！敬礼！礼毕！请教长指示。请坐好。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迎来了一批新鲜的学员，迎来了你们在座的100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续招的学员。首先，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志忠，是我们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院的信任。大家都看到我背后的校训了。没错。那我们黄埔的精神是什么？相信你们在座的有些同学已经知道，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第9期续招学员，一共报考者有2000多人。而今天在座的你们这100位，能够坐在这里，就已经证明了你们本身的优秀。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更加的优秀。作为一名军人，只有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才能证明自己的优秀。作为一名军校的学员，只有在最基层的部队里，才能锻造和学习自己怎么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所以，从你们这批学员开始，你们将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新兵训练，而是在1周的新兵教育之后，分散到各个基层部队去当半年的普通士兵。半年之后，如果你们能通过各项考核，成绩及格，你们就得回到岗。那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算一位中央军校的学员，才能够对别人说，你是一名黄埔人。大声的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信心半年以后回到这里？很好。我还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能记住我们中央军校门口的那副对联吗？升官发财，兴旺他处，贪生畏死，误入四门。很好。升官发财，兴旺他处，贪生畏死，误入四门。这就是我们黄埔人的精神，是我们黄埔人的誓言。很遗憾的是，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刚刚入学的今天，我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呢？这是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写给我的。他派人从上海专程把他送过来，目的是让我关照他的远房亲戚后辈。这个亲戚就在你们当中，而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子哥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踏进中央军官学校，你们就代表了中央。我们中央军校建校伊始，先总理就曾经明确地告诫了所有的学员，从今天起，就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而不贪生畏死。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人到这里来，我相信他是走错了门路。中央的精神不是让我们挂在嘴上的，是要叫我们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我的话完了。集合！全体都有，上看去。可见看，这为期半年的基础训练已经结束了。今天你们有半天的时间整理内务，从明天开始进行正式考核。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解散。哎呀，还好吧？好。有小子撞了，好像。走，走，回来。同学们，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检验你们的时刻到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定，在你们没有成为正式学员之前，将有2次考核。在2次考核当中，将有1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的学习和训练是残酷的，只有在残酷的训练当中，才能训练出钢铁般的战士。下面进行第1项考核，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为满分，60环为及格，不满60环的视为不及格。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打枪。起来！
立定，趴下，准备停弹！所有人员听我命令，3分钟之内必须打完所有子弹。陈怡，我爱你。我也爱你。魏国，开枪啊！1分55秒，所有人都注意了。时间到，3分整，归队。立定，向后转。报马。哎！1号马位65环，2号马位72环，3号马位75环，4号马位38环。肃静，继续报马。是，5号马位135环，6号马位62环，7号马位78环，报完毕。优秀，孙新普，良好，刘远，方胜利，不及格。周卫国，报告长官。讲。报告长官，我打38环是有原因的。5号靶的成绩是135环，这已经超出满分了。那是因为我前5枪都打在5号靶位上，所以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周卫国，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算不及格。报告长官，我不是打不准，我是打错靶了。肃静。同学们，你们可以笑我，但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上了战场，谁管你打的是哪个敌人？打中了就行，是不是？好，周卫国，你给我听好了，刚才的成绩呢，我不能算你没及格，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打够40环，我就算你没及格。报告教官，我认为这不公平，你给我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和不公平。周卫国，如果你不同意，那就视为无效。这一次的实弹考核，也就算为不及格了。打40环就及格了是吗？这可是你说的。给他发枪，换新靶纸。
干什么你？啊！谁让你打倒西老吉的？报告长官，我打歪了，枪法不好。你小子简直是无法无天！解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训练演习。像是西军的一个指挥所，我再过去看看。去指挥所看看。总得把西军的布防弄明白再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这个。什么任务啊？你想想，咱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就凭咱们几个学生兵，想赢他们，吹呢？你这也太冒险了吧！堵枪口去啊？没事儿，胜利，你到山那边给我放2枪，吸引他们注意力，行不行啊？没问题，听我的。走啊！我是副队长，执行命令。好，好，副队长。谁开的枪？走，去看看。刚才山下的枪声，应该是一小股东军的侦察部队，不过被我们击退了。什么击退？现在演习，大家用的都是空包弹，有没有打中目标还不确定呢。你怎么知道是我们击退的，还是他们主动撤退的？这帮兔崽子竟然跑到我的地盘闹事儿，被我抓到，有他妈好看？盯紧点！是。金伯，金伯，孙队长检查阵地去了。大家过来看一下，这是一份西军的布防图，这上面有西军所有的火力部署。那把这图赶紧交给李教官啊！来不及了，东军现在打成这怂样，咱在这守了1天1夜了，再花1整天时间走回去，东军就已经败了，要这图也没用了。说吧，你小子有什么鬼点子？端了西军指挥部。你这个地图虽然详细，但是没有标明西军指挥部的位置啊。你睁大眼睛看看，西军在这里有一支部队是没有任何作战任务的。那又怎么样？你看，这张地图，西军在所有的位置都有部署，唯独这个地方是空白。如果我是西军的总指挥，我当然也要在指挥部附近安插一支像这样的警卫部队了。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西军的指挥部了？但问题是，怎么通过布防啊？这个你放心吧，虽然西军现在位置不明，但是像咱们这样一支小部队，在战线中渗透过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演习规定呢？本次演习的规定，不准捕获，不准乔装潜入，不准破坏建筑和农作物，不准雇佣农夫。对像咱们这样的突袭行动，没有明文的规定，所以咱们不算违规。哎，巡捕，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放哨吗？进攻部队受阻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看一下，这是一份西军的布防图，我们准备端了西军的总指挥部。少扯淡！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还总什么攻啊？东军打成什么样，你看不出来？新波，我告诉你，我们是去端西军的老窝去了。这事儿成了，这仗就赢了，功劳也是你孙队长的。再说了，王志平是这次西军的总参谋，他肯定也在指挥部呢。咱正好过去把他给抓了，过瘾。郑卫国，你以为这是搭戏台子演戏啊？你也知道这是战场，是战场，西军就是小日本，打还是不打？我是队长，我命令你们不许打，坚决执行命令。我再问你一遍，打还是不打？坚决不打。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给我绑了！哎，干什么？哎，他是队长。对什么仗啊？你们还想不想赢这场仗了？想赢这场仗的，把他给我绑了！谁敢？郑卫国，哎，真的你，臭小子！愿意跟着我端了西军指挥部的，过来！你们俩把孙队长看好了，谁要是敢把孙新甫放了，我回来之后饶不了他。是，郑卫国，臭小子！人马。西军指挥部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没有啊，西军的总指挥部会不会不在这儿啊？不可能，肯定是他们伪装做得好。哎，有了！走，跟着这辆车。走。前面就是西军指挥部了，都给我小心点。胜利，带2个人占领制高点，一会儿我们要是被发现了，火力掩护我们撤退。好，你自己小心点啊。跟我走。走。兄弟，我们是东军突击队的。根据这次演习的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把手松开，你不许出声。如果敢出声的话，我就绑了你，而且我会把你的违规告诉指挥部。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扎3次眼。那里边是西军指挥部吗？问你话呢，说话呀！你不是说不能说话吗？这他妈什么话？问你就说。是，就是西军指挥部。给我绑了！哎，你不是说不绑我吗？哎，大哥。我说什么你都信的，啊？你
使我敌人，我不帮你绑谁呀？所有人听着，我们是东军突击队，你们已经阵亡了。这不演习吗？怎么能用真子弹呢？混蛋！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在15分钟之前，东军突击队早已在你的所在地西军总指挥部展开了突击，而且已经全歼西军总指挥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总队副兼一团团长周振强，总队副张坤生，参谋处主任温祖全，副官处主任张炳东、金生，已经全体阵亡。General Heinz von Ginsheim。好了，仗打成这个样子，又不是你的错。记录命令：一，西军所属的所有部队即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二，上报演习指挥部，6月14日凌晨5点21分，因西军总指挥部遭到东军突击队的突击，全体高级军官阵亡，西军不战而败。Sagen Sie mir, wie konnten Sie unser Quartier finden? Wie um alles in der Welt ist Ihnen das gelungen? Machen Sie sich keine Sorgen. Niemand wird davon erfahren. Eigentlich, die Umbaumannschaft hat uns den Weg geführt. Junger Mann, gut gemacht. Im Namen der Berliner Militärakademie heiße ich Sie herzlich willkommen. Sie sind alle Eliten aus zahlreichen unterschiedlichen Staaten. Hier werden Sie ein noch nie gewissenes Training durchleben. Ganz wahrscheinlich bis jetzt haben Sie noch keine Ahnung, was denn das für ein Training überhaupt ist. Und heute sage ich Ihnen, es heißt Spezialoperation. Wer kann mir sagen, was ist Spezialkampf? Und heute sage ich Ihnen durch einen ganz besonderen realen Kampf, was Spezial in der Tat ist.
Haben Sie diese Fabrik vor Ihnen gesehen? In den folgenden Stunden werde ich mit Ihnen eine CQB durchführen. Die beide Seiten sind ich gegen Sie 40. Meine Waffe ist dieser Stick mit Tuschpulver drauf. Wenn Sie davon betroffen sind, sind Sie gestorben. Gestorbene Menschen mischen aus der Fabrik. Und Sie können beliebige kalte Waffe auswählen. Dolch, Stein, Stahlrohr, alles, was Sie wollen. Sie können auch so gegen mich kämpfen, wie Sie wollen. Wenn Sie es wirklich geschaffen haben, mich besiegen zu können, werden Sie nicht bestraft, sondern Sie werden im höchsten Stand ausgezeichnet. Jetzt hören Sie mir zu. In 2 Gruppen. Gruppe A, Gruppe B. Gut, die Zeit ist um. Hören Sie zu. Die erste Gruppe, los! Hey, wie war denn? Keine Ahnung. Wurde gehackt, erschossen. Aber wie denn? Nein, nichts gesehen. Ist der Typ wirklich so stark? Ich habe ihn nicht gesehen. Nur betroffen. Am Herzen. Ihr verwendet Gewehre, er Pistole und ihr verloren. Was konnten wir denn? Wir sahen ihn einfach nicht. Konntet ihr euch nicht verstecken? Ich habe mich ins Rohr versteckt, aber trotzdem erschossen. Die zweite Gruppe, alle. Und los! Warten. Die ersten sind in einer halben Stunde alle erschossen. Um ihn zu besiegen, brauchen wir gute Taktiken. Was meinst du? Müssen alle auf dich hören? Wir müssen enge Formation halten, mit der Menge ihn zu bewähren. Das stimmt.
Deckung! Was ist los? Er ist gefallen. Was? Du hast daran Schuld. Du hast uns zusammengestellt. Und er hat gute Chancen. Damit sterben wir schneller. Wir entscheiden unser Schicksal. Du, folge mir.先鹏，你怎么样？我一张啊。Oberst Hans, Spezialoperation. Ist echt gut. Das kann doch nicht zu bewegen. Ihn zu besiegen. Wie schaffen wir das? Zumindest können wir ihn binden. Ihn zu binden? Wie schaffen wir das? Oder? Hast du eine Taktik? Ganz einfach. Wir können ihn fichten. Ganz einfach. Wir können ihn nicht finden. Dann warten wir einfach hier. Was ist, wenn er auskommt? Dann haben wir doch noch Chance. Dann haben wir doch noch Chance, ihn zu schlagen. Gut. Dann machen wir so. Folgen Sie mir. Eine lange Zeit her. Gibt es noch jemand, der noch drin ist? Ja, die zwei sind noch drin. Warum immer noch nicht? Sind Sie patient? Oder ist etwas passiert?
Der Oberste hat uns 38 in einer Stunde alle fertig gemacht. Gegen die beiden hat er über 2 Stunden benutzt. Was ist denn los? Huibo, wie lange ist er her? Fast 200 Minuten. Hast du keine Kondition? Wende dich an mich. Unmöglich. Okay. Dann lass uns mal sehen. Liebe Kameraden, heute muss ich zugeben, die beiden Kameraden vor mir sind die Lehrlinge mit größtem Potenzial. Der Kampf war punktegleich. Beifall.瞧，看起来娃又进了小上了，可要娃到叫了，看个光洗你去蛋蛋。贝果，一会儿进去之后别说话，跟着我做，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到佢又说，没得信用在马路修上的，佢要话我咋话咋，佢搞过你去等的。今年西南一带，车子开到库达萨伊。什么人来这里撒野？
去向被你们调戏过的女孩子磕头道歉。来呀！竹下君、せっかくだからぜひわしの弟子たちを指導してもらいたいな。包括豆瓣に甘えて。さすが我が北進一刀流の一流の剣士だな。今日は勉強になったね。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師匠に3枚のことを常に伺われ、ブルーについたらしっかり教えてもらうと言われたんですよ。いや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魏国，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我有些问题想问你。你有什么疑问就请问吧。这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日本的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北辰一刀流。这个北辰一刀流到底是什么？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大约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由我们的流祖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剑术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的老师千叶真雄已经是第7代了。我看那个小千叶道场的人，好像都对你很尊敬。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跟北辰一刀流有关系吗？小千叶道场是北辰一刀流的前辈千叶定吉正道在江户统町开设的分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就把小千叶道场也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现在是北辰一刀流现任流主的唯一亲传弟子，所以他们很尊敬我。不对吧？我看刚刚他们对你的尊敬，那是发自内心的，应该不只是你老师的原因。我就知道瞒不过你，但是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是剑道8段。你这么年轻你就剑道8段，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魏国，我很高兴在德国碰到你，希望我们俩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的关系能够友好。我也很高兴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现在看，中日友好恐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俩现在还是朋友，就这一点，就值得让我们高兴。是啊，主下，既然是朋友，那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不知道你答不答应啊？魏国拜托我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做到。我想请你教我剑道。怎么了？你不乐意啊？我不是不乐意，就是很奇怪，你为什么突然间想学剑道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我应该学学看。好啊，那咱们就从明天开始。好啊。A ココ、今日はもういいから。ダメ。君の役割だ。続けて。A ココ、もういい。調子が悪そうだね。心が静まらない。看个よ、逃げられないぞ。啊！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共には愛いらない。A ココ、どうしたいんだ？なんでもない。昔のことをちょっと思い出してる。それは大切な思い出だね。ああ、あれらのことがなかったら軍人としてここに来るなんて不可能だよ。君も忘れもできない過去があるだろう。竹下、いずれ追い知れる友達だから。ありがとうな。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魏国，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你的心乱了。终于要开始了。虽然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上午接到命令，是明天晚上立刻回国，等候下一步指令。我接到的也是立刻回国的命令。祝你一路平安。我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但你我还是朋友，不管以后中日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会避免和你在战场上相遇的。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我们随时有可能在战场上相遇。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划地绝交。你记住，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侵略者，你就是我的敌人。他日如果战场上相遇，我周卫国将竭尽全力，绝不手软。但如果你此后没有以军人的身份踏入过中国的领土，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那你还是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来探望我。第9期全体赴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学员队友向祖国站立。授
授予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洞6团2营营长。2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我亲自带队突袭。是，跟我走。二连，作为预备队隐蔽待命，一连发动进攻。地图。教官。靠来，不用交给。お疲れ様です。3门炮不用试射，6连发急速射，目标日军阵地，快！是。好，2门炮分解带走，其他的马上回来，快！是。大鬼子真过瘾，在你面前，那些小鬼子就跟你捏的似的。长官，有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少胡说八道，你的命是自个儿的，留着好好打鬼子。走。报告，2营的营长在听取前方战士汇报时，不幸被敌方射来的子弹击中头部阵亡。司令，通知上级，应有狙击手。是。命令：1，任何人员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战壕外；2，所有军官不得佩戴军衔标志；3，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4，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5，严禁在防炮工事之外的阵地生火、吸烟。是。
哎，兄弟，听说了，前2天那个524团的团长被狙击手打死，是吧？看来还是咱们团长英明啊。那当然了。哎，你也往里躲点。没事儿，我又不是当官的，小心点为好。对啊。 趴下！不错，小伙子，救了我一命。你是周卫国？教队长好，87师261旅522团代理副团长周卫国向您报道。 跟我就不用客套了。你说，你怎么知道鬼子会向我开枪射击呢？鬼子有狙击手，专门针对咱们的军官和炮兵测量员。前一阵我们部队准备不足，已经吃了大亏了。您穿着将军服在战场上，当然招狙击手了。你是说我太招摇了？我哪敢啊！我没怪你，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教队长，鬼子发现了您又一击不中，肯定会呼叫炮火的，请您跟着我，立刻躲进防空洞。你说的对，走。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生死，继续勇往杀敌，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哎，不要妄谈死字，留着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不敢再提死字。好，不愧为中华好男儿。卫国身为黄埔人，就不敢给黄埔丢脸。 你现在是少校代理副团长，那团长呢？团长和副团长都阵亡了，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副团长，负责指挥522团。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87师261旅522团上校团长。另外，你们兵员不足了，给你们增加1个连的人手，把我的警卫连给他。是。教队长，这怎么行啊？您深系京沪安危，如果遇到什么不测。 为国难恕其罪，将有必死心，事无偷生念，这个仗才能打得赢。就这么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阵地给我守好了。是与阵地共策。哎，又说死，让你们守阵地，不是要你们去死。你刚才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一段我们没太注意，有了很大的伤亡。 那现在呢？这个问题我向上面汇报过，我们团也制定了相应的防御措施，所以情况还可以。但是其他部队好像不是很重视。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在阵地上被狙击手狙杀了。愚蠢！你们的防御措施是什么？报告教队长：1. 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战壕外；2. 所有军官不得佩戴军衔；3. 士兵见到长官不得行礼；4. 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5. 不得在除防炮工事之外的地方生火、吸烟。好，很好。作战参谋，在，把这几项防备措施给我统计好了，回作战部整理之后，下发全集团军各部。在。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也必须得有，一定要杀杀日寇的威风。教队长说的是，但是我军没有专业的狙击步枪，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枪支不是问题。 我们整个淞沪战区有4个德式装备的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了。至于狙击手，让他们到战场上去训练吧。是。报告，所有人员已撤离完毕。撤。是。
溃败。报告，追击的日本鬼子已经距离我们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多少人？大概有100多人。他妈的！100多个人敢追着我几万人的部队走！给连长，到，集合部队就地拦截。是。我们看看中央军怎么打仗。快，到。全部歼灭，我一手不到17人。如林阳的兄弟们，都是好样的！决战到底，杀！